去1个多的兵力给我看住了，防止贼人从此处上岸，骚扰南城。伯邑部派去半个多的骑兵和1个多的步兵，将航站、码头、余杭酒肆、坊市、仓储都给我看住了，禁绝人员出入。今日夜里这趟差事，不要尔等杀多少人，砍多少颗脑袋，算多少斩首，要的是周详细致，要的是不该死的便不能死1个人，不该逃的便1个人都逃不脱。不滋事，不扰民，看的是诸将的能耐，更是忠心。吃了钱家和吴越百姓这许多年的老米饭，望诸君自家都掂量掂量，这趟差事要如何做，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。你来。后面的事，用什么人，怎么用，调哪支兵，办哪个差事，讲谁罚谁，怎么讲怎么罚，都由你自家说了算。我能做主的，全都依你；我做不了主的，你草拟奏章，我来领衔向相府和大王奏请。安排。太尉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大帅的军令已下，你们是没听见吗？邓德岳，在。封锁宝德门外道路，绝禁行人。诺。金彦涛，在。你率700骑兵驰援碧波亭。诺。王鄂，在。你率军直趋伯邑坞。若是跑了1个人1条船，便让你的中军提着你的头来见本将。诺。快去！你救了自家性命，也救了众将的性命。末将惭愧。若来得及，说不定还能救下胡令公。今夜王宫的局面，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，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。说白了，大王敢不敢信？那大王会信谁呢？你们是亲戚，你觉得大王敢信谁？林公，如何算信啊？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。在军中，做事情干脆利落，快刀斩乱麻。信，便用；不信，便砍了。哪有那许多啰嗦的？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。工部尚书胡景，全浙东营田大使，这算不算信？不算，这分明是不信。既然如此，那水丘就去大王那儿复命了。我老了，便不送了。站住！父亲，小心此人有见识有胆识，对王室忠心，心思机敏，
能察人心思，一谋一能断。我死以后，你们斗不过他。儿子本来没争没斗，是父亲一直在争在斗。果然是个蠢材。胡令公所为，纯为自保。是，这是臣的判断。胡府内，家丁披甲持械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就连胡令公自家都披了甲，这是为了自保。是。与程昭月暗中勾连，明知程昭月预谋不轨，却既不奏告也不阻止，这是为了自保。眼见着程昭月在亲从亲卫六都中大肆收买笼络军左将卒，他以国家重任，上统军使之尊，坐视姑息，甚至暗中助其行事，这也是为了自保。是，这都是为了自保。大王，请深思。今夜之前的陈昭月，与今日之后的陈昭月是不同的。水秀公的意思，姑听明白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姑做错了事，用错了人。大王，今夜之前，陈昭月是深受大王信用的内都监视，收买笼络禁军将佐，在外人看来，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，是大王的授意，是大王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，派陈昭月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，是大王以诡域隐私的手段侵夺将帅之权。程昭月是大王亲简信用之人，他与胡令公勾连，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。即便程昭月说明了要图谋不轨，但是在胡令公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看起来，那也只是大王对胡令公的猜忌和试探，甚至是更加恶毒的图谋与构陷，是请君入瓮，是引蛇出洞。君臣相议若此，姑之过也。今夜的请示，洪雷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。就算顾不了大局，总守得家宅清宁，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。姑这些年亲近性命，疏远老臣，与胡令公之间生了嫌隙，这才令程昭月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。水秀公，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王有教。臣胡进思，恭领大王教命。决尔功臣，侵略两朝，辅弼圣主，招讨宵禁。本宫有妙想之诺，元帅有事主之诚。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思，九份王氏、荣英两朝可大司马权。内外诸军事，京畿州县，军中将佐，西应提调，营中诸务，孤不欲也。大司马，臣胡进思，谨奉大王教命。我书兵符在此，
请令公入衙试试。给老夫备马。父亲年纪高迈，还是乘车安全。你们见过骑不得马的大司马吗？备马。末将等参见大司马。老夫受大王教命，提调内外军马，城市经济防务，自即刻起，锁闭罗城各门，官民人等不得出入。没有老夫的军令，便是手持大王教命。眼先与我拿了再说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今夜王都不进，有贼人图谋不轨。自此刻起，全城宵禁，内衙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。但凡有人上街，不管是官是民，先与我拿了再说。待到天明再行甄别。若是有人胆敢抗拒，就地扑杀，不待后命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诸将务必仔细办差，忠亲王室，怠慢轻忽者斩。末将等谨遵大司马号令。少个钱。末将在。你出城去，与九郎君联络，问问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。若是军中有人胆敢不听九郎君的号令，你不必回复，拿着老夫令箭，直接斩了。诺，末将领命。马步军司那边传来消息，胡金司拜了大司马，接管了内外兵权，下令全城宵禁戒严，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啊！大变在即，小大王居然有胆子了。城外秦淮社那边可有消息？没有。等等。时间太短了，来不及了。各地的人手到齐了不到3成呢，大约还有7成还在路上呢。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都老卒，若真动起手来，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，未必能拦得住他。你说呢？奉萧山营大帅，九郎军军令，所义务戒严，市民人等不得出入行走，违者立斩。情形吧。老实待着。支部，这是哪个营头的兵？上，就地格杀！大帅，内外皆已就位，不曾有异动。本帅不爱杀人。学文，在，你去求见
江宁秦淮浙大东主李元清，就跟他说，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，请他一步出来说话。欠债的故人，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？东主明鉴，一字不差。从不曾听说过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。不过你家郎君当真有心，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。此人也忒无礼，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。大帅，你乃一军之主，断不可轻刀显地啊！他身边有多少人？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，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。安元说的也有理，那我自家便去见他。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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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呀！大帅，大帅，不可啊！大帅，这儿的兵权交给你，天亮之后，若我还没有出来，即刻进剿。若到时候我死了，便替我报仇；若我还活着，便先杀了我。我钱弘处断然不做质子。大帅，你们都先退下。元清兄，钱弘处在此，请赐一剑。你在此候着，用不了多少时辰。诺。你也出去候着吧。还是这般不爱讲话。汴梁一别，九郎君倒是无恙。元清兄此来，究竟带了多少人啊？10万大军，九郎信吗？当年都不会信，更何况今日。3000甲士，九郎信吗？当年或许会信，可今日不信。500老卒呢？九郎信吗？信。这些人现下何处？你到此处来找我，便是为了此事。伯夷吾乃王都基府最为繁华生息之地，弘处不愿看到此处受了刀兵之灾。弘处是来议和的。议和？为你我？为南唐？亦未无怨。我虽行走于南北，却并无古之行人出使地盟之权。元清兄受命于谁啊？是皇太帝还是润州的燕王？这倒真是交浅言深啊。福州之战，俘获南唐将卒12000有余，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辉。若迎其还乡，不论是在皇太帝还是燕王面前，都是一桩大人情、大功劳。贵国列祖皇帝时，你我两国和睦，近10年来不曾有大战。如今，贵国天子御疾以来，大战3场，1000人之战12场，我吴越军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贵国。
若能达成和议，使唐人归唐，吴越人归吴越，两国就此罢兵，也算是元清兄和洪处的一件大功德吧。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计，和议之事，乃是两国之事。九郎算准了，只要提出和议，元清是万万不敢做主的，势必会请示江宁朝堂与陛下。这一来一回，没有个3、5日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。而吴越今夜之危，却不可能拖个3、5日。九郎此意一出，无论和议之论是真是假，至少今天夜里，元清是万万不能出手的了。正是如此。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贵，那自然可以当作从未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。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，那今夜势必要偃旗息鼓了。九郎何以如此笃定？李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，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，那更好办。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已缺至半年之久，我愿亲书表彰，奏与当今大王，保荐元清兄为台州刺史，知本州事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昔年周中顽童，如今已成国家柱石之臣，吴越前世，国祚不绝。元清兄有决断了？元清亦想要个人富贵，可奈何胸中仍存家国之念。东主，应是正啊，城外、境外东主那边还没有动静。下去了。胡进思觐见大王。老灵公，老灵公，估错了，让老灵公受委屈了。大王，臣90岁了，什么事都没见过，些许琢磨，算不得什么委屈。臣唯愿大王
能亲贤臣，远小人，继两代先王之志，臣即可便是死了，也能安心追随两代大王于地下了。老灵公是我吴越的大司马，战败不明，剑履上殿，孤还指望着灵公为国，青天保驾，开疆拓土呢。跪了一宿，秦郎君，办了一宿的大事儿，还未曾议你的罪。按理说，贪渎成性，阴劫贼人，图谋不轨，火焚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，就这几项罪名，一个寡字，那是逃脱不掉的。秦郎君，救命！我为何要救你的命？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？小人自知罪无可悔，甘愿戴罪立功，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。小人在此立誓，此生此世，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之权。郎君有所吩咐，小人纵肝脑涂地，亦不敢辞。教命以下，程昭岳私藏甲胄，因蓄死事，勾结敌国，图谋大逆。以下有司，明正典刑，夷三族。教命以下御史台，从亲卫都调100人，护从御史前往山岳社，将程昭岳拘拿归案。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，将差事办得仔细些，莫叫人挑出错处来。小人叩谢秦郎君活命之恩。山岳社，这。